成功呢有非常多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中最没有办法忽视，也最没有办法 copy 的就是这样子。是什么？是工具吗？三观有问题吧？什么沙文主义？让我回到10岁的皮肤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滑手机的时候滑到那种超级自律的博主，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起床了，吃超级多的蔬菜，晨跑、冥想、拉筋，拿一整盆的冰水把脸放进去，再来一整套完整的保养流程，最后精神抖擞的去上班，画面真的是蛮疗愈的啦。可是就是越看越焦虑，我真的没办法，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借口很多，不是借口啦，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白天要上班，下班要照顾家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小事，每天可以自己安排的时间连1个小时都不到。能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谈什么变得更自律更好啊？变美真的只有这样一种方式吗？自律真的只有这样一套模板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懒人有懒福。今天这条影片就要来和大家分享我的7个不费力也能变美的小习惯，现在学现在就能用，而且4两拨千斤，没有压力，不用跟风，懒人也能轻松上车。饮食不用天天吃草，是不是看着就很开心？反正我看着就是蛮开心的，因为每次收到健康饮食 link 到的画面，基本上都是什么沙拉啊、鸡胸肉啊、控制饮食、节食这种。我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亚洲胃，我喜欢吃一些有温度、有口感的东西。你刚才在镜头后面笑，你真的很夸张啊！我们去美国10天，我们居然只吃了1餐西餐，牛排、汉堡、披萨全部都没吃到。牛排、汉堡什么时候不能吃啊？你在美国吃亚洲食物多么的难得啊！反正呢，我就是这种排除万难一定要吃到亚洲菜的人。虽然现在有很多那种健康便当，可是大部分那种便当，我觉得吃起来就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口感，我觉得都没有到很好吃。就好像如果我不大张旗鼓去改变我的饮食习惯呢，那就不算健康饮食。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如果我去吃一种我自己没有办法习惯、没有办法喜欢的饮食，纯粹是为了减肥，纯粹是为了健康这件事情啊，真的非常难坚持。反正就是超级容易，一不小心就打碎重来，不干了。我觉得除非你是有那种特殊的需求，比如说你是艺人、演员，你有需要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面立刻的瘦下来，或者你是经过了医生的判断瘦下来，对你的身体会更健康，你有这种减重的需求。要不然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啊，最好的状态就是比现在的自己更好一点点，更健康一点点，吃得干净，但是不委屈自己。这样子呢，可以帮你把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简单的变成一种习惯，然后更好的坚持下去。那我个人的习惯呢，就是把食物分成2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种角色呢，就是帮忙我可以活下去的，补充我的能量的。第二种食物呢，是负责我享受、负责我的口感的。如果人完全放弃自己喜欢的食物的话，人生真的好无趣哦。所以像我的话，我不会完全放弃甜食，我就会选择一些我自己喜欢的小零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比如我的时间点是差不多下午3、4点钟，我要去接 Chris 放学的时候，那个路上我就会吃一块我喜欢的小小的核桃糕、芝麻糕这一种东西。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放弃像咸酥鸡这种好吃的东西，我就会选择一天那个一个 moment， 就是我享受咸酥鸡、享受盐水鸡、享受卤味的时刻。上个礼拜咸酥鸡吃2次，对，所以大家很明显看到我的脸就又肿了。我真的觉得，就临近40岁的脸，怎么就这么的困难啊？以前就觉得好像吃一点什么就都不会显示在脸上，现在全部都会写在脸上，大家就可以从我的影片里判断出来我上礼拜到底吃得干净还是不干净。刨掉这种享受之外，其他的时候大部分的饮食都是为了支撑我活下去，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选择在家里吃自己煮的菜。自己煮的菜有一个好处，在外面吃东西我就说哇这东西真的好好吃，可是当你已经煮过的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想要煮出一盘这样的菜，我油大概要放多少，我要吃到这个甜度的时候糖大概要放多少，吃到这个咸度的时候盐大概要放多少。所以我觉得自己烹饪就会让自己更有动力去坚持不要吃太重口味的东西。那我觉得我自己也会给自己一些吃健康食物的一些动机，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吃辣的，居然因为爱吃辣，所以都开始自己种。我家里有种辣椒，生辣椒呢就可以把它添加在我觉得没有味道的食物里面，豆腐啊、青菜，我就会瞬间觉得那个食物更有味道，更符合我自己的口味了，进而让我觉得说吃这个健康的食物、清淡的食物好像没有这么的困难了。我觉得水煮青菜，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觉得很好吃，但是呢，我觉得 smoothie 很好喝，所以我自己现在的习惯就是每天的晚上用 smoothie 来代替我的主食，然后这个 smoothie 里面呢就会有一大堆的青菜，一个负责带来甜味的水果，比如说像这个季节的凤梨，然后芭乐也很适合。
合，然后再加1份的坚果，加一些奇亚籽，还会再加肉桂去做一个调味。一整杯打出来之后呢，真的是又营养又好喝，而且非常的饱腹。我跟你们说，这样喝真的会瘦很快，只要你不要再额外摄入咸酥鸡这种东西啊，真的马上就瘦下来。那除了饮食之外呢，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我还会去吃一些营养的补剂，这样可以让我迅速的摄取营养之外呢，又没有额外的热量。不过之前观众也和我分享过，这些健康食品吃下去好像没有那种非常直观的感受，就不确定自己是在吃健康还是吃心安，所以常常就会忘了吃。那健康食品的摄取呢，这件事情真的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不过我最近真的吃到了一个保健食品，让我觉得效果真的很有感，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分享。就是这一罐三得利的蜂王乳加上芝麻明一，又叫占领小精品。频道开播以来，我从来没有分享过某一个具体的补剂，但这一罐真的让我觉得吃的超有感，效果堪称吃的保养品。我一开始也是在网络上被推坑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浅眠的人，再加上 Lisa 现在跟我睡，她现在呢到了晚上睡觉会转圈圈的那个年纪，爸爸妈妈应该非常知道我在说什么。小孩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晚上睡觉呢就开始大风吹所以前一阵子我真的睡超烂，每天早上起来精神就很差，精神差之后呢脾气就会很差，然后陈老师就会变成受气包。如果一定要让我说一个生小孩前跟生小孩之后身体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的一个差异，我觉得真的是熬夜有差。我生小孩之前非常会熬夜，一整个通宵工作，白天起来稍微眯一下又可以正常的继续工作或者学习。但是现在我只要晚上超过某一个时间没有睡着的话，第二天起来状态真的会大滑坡，就算前一个晚上有保养，你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脸也是干的，就觉得好像保养品怎么补都补不进去的感觉。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说我不能这样，我一定要改变，所以我就开始上网滑看大家有没有分享什么妈妈 buff。 结果呢我就看到了这一瓶，有些人说吃完之后睡眠品质变超好，有些人说吃完之后头发变多了，世界上居然会有这种好物，我绝对不允许我自己没有吃过，所以呢我就快点手刀下单，收到了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吃。虽然这一瓶呢网络上非常多的人分享说吃完之后睡眠变超好，可是吃着吃着我发现它根本就是一个被睡眠耽误的美容好物。我发现我吃它之后，就算睡眠时间一样长的情况下，早上起来脸上的光会不太一样，不但是那种保养品下那种透出来的光，还有一种非常久没有看见的脸上的红润，而且我全身的皮肤都变得润润的感觉。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嘛，我是那种全身超级大干肌，所以我除了脸的皮肤之外，我的手肘啊，然后手臂，然后小腿这边的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干，所以为了让我的皮肤柔软呢，我就必须1年4季不停的擦润肤乳。但是呢，自从我吃了小精品之后，最干燥的皮肤都开始慢慢的变软，重点那个变软它是持久的感觉，不是说润肤乳擦完之后就是变软那一天，就是从里面透出来的那种滋润。张老师有一天还问我说，为什么你最近看起来这么年轻啊？我想了半天，我觉得我最近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应该就是吃了这个小精品了。如果你日常在吃一些保健食品的话，我相信你应该就知道三得利家的保健食品它真的非常有名，尤其是他们家的这个芝麻明一，可以帮助入睡又可以稳定基底，是日本非常多的女生长期在吃的保健食品。那这个小精品呢，就是芝麻明一的升级版，成分除了芝麻明一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蜂王乳。说起蜂王乳呢，应该是大家有所耳闻的美容圣物吧。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妈放了一大罐在冰箱里，然后每天就拿那个小汤匙挖1汤匙吃这样子。虽然是美容圣物，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吃过的都说它的口感非常不好，很恶心，腥味很重。我自己是没吃过啦，可是我妈妈是坚持了一阵子，就是因为它太难吃了，所以就没有坚持下去，可见它有多难吃了。虽然你买的时候卖蜂王乳的人都会跟你讲说你1天吃1汤匙就好，可是你家的汤匙是长这样的小汤匙还是长这样的汤匙呢就不一样，就吃起来这个摄入量感觉不是那么的科学。还有就是你每天拿汤匙挖，然后那一整罐这样开着，感觉卫生上也会有一些疑虑。好在呢，三得利小精品把蜂王乳变成了这样子的小颗粒，不需要你再另外泡开喝，而且小小的非常好吞，也不会有难吃的味道。就这样小小的一颗里面，除了蜂王乳、芝麻明一之外，还含了赛洛美、维生素 C、钙、维生素 D 等等，小小一瓶就可以补足日常需要的美容营养，不用再买一堆瓶瓶罐罐。我之前应该无数次在频道里有提过，我这个人有多怕死，用在我自己身上的东西，尤其是吃进肚子里的保健食品，安全最重要，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那生产小精品的三得利集团呢，在1899年就已经成立了，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20年的历史了。说实话呢，现在做保健食品的门槛还蛮低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产品才是我会选择的产品。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惯去吃这些保健食品，所以我自己是
有一套我的保健食品时间表，就哪一些保健食品是空腹吃，哪些保健食品是餐后吃，哪些早上吃，哪些晚上吃。虽然身边有很多朋友跟着我一起买了一些保健食品，可是他们呢吃着之后呢就大走钟，因为真的比较不好坚持，会忘掉。那小精品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用你记得是空腹吃还是餐后吃，你什么时候吃都可以。而且它的吃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它的官方的吃法就是每天吃4颗，我觉得大家可以测试一下，不要超过这个标示的限量就可以。就算你哪天忘掉吃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找到自己方便的时段，然后慢慢的养成习惯就可以了。我平时出门的时候呢，为了贪图方便，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化妆的。自己觉得吃完小精品之后，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皮肤变得更饱满了，而且更有光泽。有了它之后呢，我也比较不担心自己会因为作息一乱，然后状态就垮掉，就有一种我的状态好像有人帮我在撑腰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费力、零思考就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轻松保养法。我眼里的保养呢，不是回到18岁，而是维持住这个年龄该有的美的样子。三得利小精品现在正在优惠中，还有赠品等你拿，定期购还可以享更高折扣哦。好，说完了吃，我们来聊聊运动。运动笨蛋要来聊运动，简直是网络界闻所未闻。关于运动，我有什么样的心得呢？对于像我们这种运动笨蛋来讲，动比坚持运动更重要。给自己一个动因，动起来。真的觉得运动是一件好困难、好无趣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样，翻一下自己的点过赞的影片、收藏的影片里面，是不是有超多那种3个动作让你月瘦20公斤？陈老师就是那种非常可以坚持运动无趣的一个人，我就没有办法。我其实有买过非常多的运动的器材，报过各种各样的班，有各种各样的专业运动的衣服，各种各样漂亮的 look， 可是我没有一个运动是坚持下来的。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我可以去做，就是我发现陈老师把我从家里面拉出去爬山，我发现了这件事情的快乐。我发现我好像是很喜欢去做一件有阶段性目标的事情，明确目标的事情，只要登上这个山顶，可以立刻的获得到登上山顶的好康，就是我看到了一片美景，我觉得我被奖励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运动形式，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只要先动起来。其实跟刚刚吃东西的概念是一样的，你持续有在运动，会比你某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奋发向上要爆发式的运动要来得更重要。除此之外呢，比起你每天都要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运动，每天花5分钟靠墙去站直，或者你去做开肩的运动，只要5分钟就够了，你真的会可以很快速的看到改变。早上起床也好，睡前也好，驼背真的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没有精神。当你的肩颈然后背部挺拔了之后啊，你会发现衣服穿在你身上那个价值立刻飙升20%以上，就算你不穿名牌，也会有一种自带的气场。大家在看一些成功学的报章杂志或者一些书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成功人士好像都起得很早，3、4点就要起床了。不可否认，有一些人对睡眠的需求真的比较少，也不可否认有非常多的成功人士真的他可以在普通人起床之前，他就已经先起床了，然后利用起床之前的那个时间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并不代表着你起得早就可以变成成功人士，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命题。我觉得大家在看一些成功学的时候，可以看一些背后的一些逻辑，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成功，而不要着力于这个人的生活习惯他究竟有什么，去看这些表象。因为成功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中最没有办法忽视也最没有办法 copy 的就是运气。很少有成功学的书籍会跟你讲说，哦，我获得了成功是因为我运气好。真的是运气。我觉得很多人他的成功是没有办法去复制的，你就算跟他做的一样，就算跟他的学历一样，你也没有办法完全跟他获得一样的成功，就是因为成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在这些宣扬起得早的书籍里面，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是没有提到的，成功的商务人士有非常多的方法可以去补眠，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坐在商务舱，坐在头等舱。虽然早上3、4点钟起床了，可是在飞行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可以睡觉。对于现在每天还需要搬砖的人呢，就不要特意去违背自己的生理时钟，一定要逼自己早起。当然如果你本来就不缺睡眠的话，我觉得可以早起的情况下，我觉得早睡早起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需要睡觉，你只有睡饱了精神状态才会好的人的话，比起起得早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睡得好睡得饱更重要。因为睡得好呢，就会让你的皮肤状态、情绪状态都更好，情绪状态好了之后呢，你就会精神饱满的去面对你接下来一整天的挑战，老公也会比较少被骂一点。
如果没有办法早上起很晚呢，就尽可能的晚上早睡一点点。我自己发现，如果我在睡觉之前把我那一整套的睡眠仪式全部都完成的话，我的睡眠品质会好非常多。泡脚、擦乳液、点香氛、拉筋、睡觉。然后我最近还发现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的有效，就是睡前不要滑手机，就会让你睡得更好。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难，每天工作这么忙了，感觉睡前手机这样滑着，然后就滑到自己非常困，然后再去睡觉，好像是一个习惯。手机里面有蓝光嘛，蓝光打到眼睛之后，你的大脑就会觉得现在是白天，我现在不应该睡觉，所以你通常滑手机困的那个时间点会比你不滑手机要来得晚很多。我自己半夜在滑手机的时候思维特别的活跃，经常在半夜就开始改那些我白天有写过的什么脚本啊、方案啊，什么有的没的，就会让我晚上就更晚睡觉。那我们现在想出来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在门口放一个篮子，我跟陈老师睡前呢就把手机放在那个篮子里面，这样呢早上闹钟响，我们还得跑到门口去拿那个手机，就会让自己醒得更快。如果你一定要滑手机，就看我们频道吧，又可以放松，然后又可以获得一些生活的小灵感。还有个补充提醒，可以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变漂亮，就是你尽量避免侧睡。侧睡真的很容易长法令纹，好理解吗？就是脸这样是这样压着的。我觉得人喜欢侧睡，是因为我们这个动物的 DNA 的问题。因为你侧睡的时候，你保护了你的肚子嘛。远古时代不容易，人家一斧头就把你砍死，顶多把你手砍断、脚砍断，可是不会一下子就砍到你的肚子上。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侧睡，我侧睡的时候，我会用这里去抵住我的枕头，就是这样睡的。我不会把我的脸整一个这样子。我这么讲你们可以理解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仰睡。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危险，没关系，不是远古人。那如果真的做不到的话，就尽可能不要用脸去支撑你整个身体。然后再来呢，就是去换一个摩擦力小的枕套，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比起普通那种有印花的那种枕套，很糙的那种枕套，真丝的枕套，一定要是真丝的枕套，会让你的皮肤的摩擦更小，然后也不会拉扯你的皮肤。好，这一点呢也是不花钱，只要花一点点小心思就可以立刻提升，让自己变美变精致的一个小方法。出门前花5分钟烫一下自己的衣服，因为有一些衣服你从洗衣机里洗完拿出来，尤其像有些男生不太会晒衣服，衣服晒完晒干之后呢，就是一坨梅干菜，所以那坨梅干菜抖开之后呢，那件衣服再好看它也不会好看，所以就花5分钟的时间把它烫一烫，它就会变得漂亮非常的多，精致非常的多。包含像有一些衣服你散在外面的时候看起来会邋里邋遢的感觉，但当你把它扎到裤子里面，就会觉得说整个造型也好像不一样了，精致了起来，干净了起来。所以出门前花5分钟看一看镜子里面的自己，是不是有哪一些小细节没有做好，包含像头发太毛躁，用一些头发的精油把它顺一顺，把鞋子擦擦干净啊。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常常在生活中跟一些尤其是男生吧，在交谈的时候，就男生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帅帅气气的，可是他的指甲突然有一个留很长，我就会就会吓一跳。我觉得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你整一个完成度是靠这些细节去达成的。所以请大家把指甲剪干净，不要留一个小指甲很长的，是什么？是工具吗？是有特别的使用的地方吗？可以去买你们喜欢的油，或者直接去买那种指缘油的笔，去擦在自己的指甲的这个边边，会让你整一个指甲呢看起来润润的，不会非常的毛躁，这样子会让你的整一个细节看起来漂亮很多，精致很多。每天留30分钟时间的阅读，不会让你马上就变很聪明啦，但是你只要去做阅读，就会让你变得不一样。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说话的方式，甚至是思维的方式。我觉得阅读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体验。我们普通人在生活中很难认识到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所谓的破圈，不论是思维的维度也好，还是社会的层次也好，就算认识了，你可能也很难跟他进行深度的交流。可是当你去看了一本书，作者把他人生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这本书里面，然后你去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就跟他在某一个维度里面链接了起来，这会比你在日常生活中见很多的人，我觉得都要有效非常非常多。当你阅读了跟你不一样想法的人的著作，你就会发现说你看世界的角度也会变得不一样，而且很多时候会发现自己好像变宽容了，因为你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和你不一样的那一面。阅读是一个非常好可以突破信息茧房的一个方法。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获取大部分的信息都是来自于社交
交媒体，用滑手机的，然后这些信息都是非常非常碎片的，所有我们获取的信息是被大数据、是被演算法推送、计算的，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不会推送给我们。但是看书就不一样啦，看书你一本书买回来，它不是碎片化的，它是系统化的，有章节的，你是一节一节看下去的，前因后果都有告诉了你，你就不会那么有抵触的心理，你会站在作者的立场去尝试着理解这样子的思维。而且就算有些时候你看到跟你世界观、人生观各种都不太一样的书的时候，因为买书是要花钱的，所以你通常还是会努力看一看。像我前一阵子就买了一本书，是斗野俊明写的《别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我一开始就是被他这个书名打动，觉得是应该要教我们一些很淡薄的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呢，也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可能会需要，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嘛，很容易纠结一些事情，好胜心非常的重，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然后买了这本书之后呢，翻前几页的时候，他有说到一个案例，他有遇到一个太太，然后那个太太呢就跟他吐槽说，我老公回家从来都不收拾的，然后那个袜子永远都是乱丢的。然后这个斗野俊明呢就跟他讲说，既然你觉得你每天跟他生气，他都依然没有改变的话，你为什么要跟他生气呢？你应该放下啊，你就应该包容这样子的先生啊。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斗野俊明他三观有问题吧？为什么要包容这样子的事情呢？可是就算是这样子，我也努力的把这本书看下去了。然后我才回过头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子的一个理论。首先，可能这个太太她并没有离婚的打算，她没有结束这段婚姻的打算，因为她已经跟这个先生在一起30-40年了，30-40年来，她都是在吐槽这个先生怎么都不把袜子放到该放的地方去，臭袜子满天飞。而且可能她老公没有其他的缺点，或许这是他们相处的唯一的一个 bug。她不觉得会因为这样的一个 bug 就放弃这样子的一个老公，所以呢，斗野俊明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在这样的一个理由下，说出了这样子的一段话。假如这一段话是我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的话，我可能就觉得说，我会想要再看你讲别的话，什么沙文主义，为什么一个男生乱丢袜子，我还要忍受他30-40年，还要帮他天天捡袜子，然后你居然叫我放下吧。可是我看下去，对，所以看书就是突破信息茧房的最好的办法。突破信息茧房是接下来的时代非常非常需要、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能力。一直困在信息茧房里面的人会显得你非常的笨，你会讲出些很愚蠢的话，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的多元，这么的不一样。好，请大家去看书。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有趣的灵魂比漂亮的皮囊更迷人，而好奇心呢，就是帮大家保持有趣的灵魂的最好的解方。当你拥有了这个好奇心呢，你就会发现你每天的这个版本是不一样的，就每天都是新的我。我一个天秤座，我真的很难接受不更新的自己。我是一个永远都有好奇心的人。当我发现有一些事情我没有见过，当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在活着，活着的感觉会非常的强烈。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有遇到过，有一些人很喜欢话当年啊，你知道吗？我之前考上某某大学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之前在哪里工作的时候怎么样？而且呢，这是他唯一的话题，就是你每一次碰到他，他每一次都要跟你讲他大学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呢，他现在已经40-50岁了。可怕吧？这就是真的很悲哀。我觉得这就是他没有好奇心，他没有在持续在往前探索。他的人生的巅峰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了，而且这20年他都没有再继续去攀登另一个高峰。永远有好奇心的人，他会一直在探索新的事情，一直在攀登没有攀过的那个高峰。所以他可以讲的话题有很多，因为他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嘛。什么事情没有做过，他就想要做看看。一直有好奇心的人呢，可以让你做到不用去追求流行，你也不会被时代甩。最迷人的一件事情，不是你生来就是完美的，而是你不停的在更新。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讲说，你去买 iPhone 3吧， iPhone 3超完美的，又圆润又漂亮啊，长这样子，你会买吗？你根本不会买，除非它是新的，你想要收藏一下，你就会想要去买现在最新的 iPhone 16 Pro。而当 iPhone 17出的时候， iPhone 16 Pro 会怎样？会降价，这就是好奇心的意义。这一趴，陈老师就表达了非常大的疑问。他说：“那个每天用手连接自己，不是跟你刚刚讲那个睡前仪式一样吗？为什么我要把这一趴单独拎出来讲？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女生，尤其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一些所谓的贵妇保养品，只能买一些开架式的保养品。但是用开架式的保养品，你用在脸上，好好的在自己脸上作用的时候，一样会有那种自己重新被爱连结的那种感觉。”
我在很小的时候，我有看过一篇，不知道是杂志还是什么。他说，你每天在涂保养品的时候，你就许愿，比如说你现在很想要18岁的皮肤，16岁的皮肤，你就想象的是一种自我的暗示。我觉得那意义已经不是那个保养品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是一场我向宇宙的许愿。我记得我看刚刚那句话的时候才10几岁，我也没有别的心愿可以许了，所以我那时候按摩的时候就想说，让我回到10岁的皮肤吧。你可以许其他的心愿，让我变得更强，让我变得更坚强，让我变得更智慧。科学的角度来讲，你每天用手把这个保养品按摩在自己的脸上的时候，在你的皮肤上的时候，至少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也可以帮助这个保养品吸收，然后也可以放松你的肌肉。一整天已经这么累了，就用手重新连接自己一下。连接的是什么？连接的是我们内心那个完整的自己。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一整天的工作下来，回到家，然后尤其是还要处理小孩子的事情，已经觉得自己非常疲惫了。如果今天一整天在公司遇到都是一些糟心事的话，真的会觉得自己已经破碎了。只有那一刻，你把门关起来，不管这个保养品是几块钱的保养品，很贵的也可以，便宜的也可以。当你重新作用在你自己身上，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说你在被修复。用在你身上的保养品，隔天你就会把它洗掉。这个保养品放在你的柜子里，它会过期，可是你每天作用在自己身上那种连结，它永远都不会让你忘掉。所以这个习惯真的很想要建议给大家，每一个人都去试试看。这是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自己可以被最温柔对待的一刻。好啦，这7个小习惯，不知道有哪个小习惯是你觉得非常想要今天就试试看呢？希望我今天说的这些小习惯可以帮你找到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启动的变美小系统。如果除了我说的这些呢，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我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和我分享，我也会被反向的推坑。好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热推哦。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